各位健康永驻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佑丽，今天一定要竖起耳朵仔细听，因为我要宣布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2026年1月1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咱们长辈手里那张再熟悉不过的敬老爱心卡，真的要彻底改头换面了。以前你是不是总觉得这张卡每个月给的那些点数，除了坐公交车，好像就没地方花了？到了月底，看着剩下的点数被清零，心里又可惜又无奈。但现在不一样了，佑丽经过仔细比对全台22个县市的最新公告，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2026年的敬老卡已经变成了一张超级全能卡。它不光能让你免费搭火车，轻松叫计程车，就连去诊所看病的挂号费，去运动中心锻炼身体的门票，都能直接用点数来付钱。所以今天这期内容，佑丽就是要手把手带你彻底搞懂2026年敬老卡的4大隐藏用法。我们要把这些以前被白白浪费掉的点数，一点一滴都变成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这张小卡片真正成为咱们乐龄生活的贴心好伙伴。在开始这么重要的内容之前，佑丽要特别拜托屏幕前的您，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我们健康永驻频道，或者是一直在看却忘了点订阅，请一定要现在就点击下方那个红色的订阅按钮，再把旁边的小铃铛也打开。待会儿您看完要是发现自己手里那张卡突然变得这么有用，记得回来评论区留个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惊喜心情。首先，咱们得来好好说说2026年在交通方面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长辈们最烦恼的就是出门不方便，尤其是想去隔壁县市走走，一跨过界，卡里的点数可能就不能用了。像是从台北到桃园，或是从台中到南投，总觉得被限制住了。但从明年元旦开始，交通部带头把全台各个县市敬老卡的后台系统全都打通了。这意味着，只要你拿着敬老卡，在北基桃、中彰投这些生活圈里坐车，点数都能顺畅的扣抵，再也不用担心被地域卡住。特别要提的是台铁，2026年的福利真是到了顶峰，现在全台每一个台铁车站都设置了专用的敬老卡刷卡闸门，你只需要像平常一样，用敬老身份购买半价车票，进站和出站时走那个专用通道刷一下卡，系统就会自动用你的点数去支付剩下的那一半车费。佑丽给你算笔明白账，比如从台北坐自强号到花莲，半价票如果是220元，你卡里只要有足够的点数，这一趟下来你真的可以1毛现金都不用掏。政府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咱们长辈在2026年多坐火车出去走走，看看台湾的好风景，实现真正的零元深度旅游。紧接着，咱们要好好聊聊坐计程车这件大事。2026年可以说是全台长辈最能感受到方便和尊严的一年。以前咱们可能舍不得打车，怕贵，也怕司机不愿意收点数。但佑丽查了最新的规定，现在全台几个主要的大车队，像是台湾大车队、大都会车队，还有各县市自己特约的车队，车上的机器都已经升级好了。而且最棒的是，每趟车可以用点数折抵的金额大大提高了。就拿台中来说，为了照顾长辈，每个月发1000点，而在一些优惠时段，打一趟车最高可以扣抵100多点。这代表什么呢？假设你从家里去市场，车费大概130元，你刷卡扣掉100点，自己只需要准备30元零钱就够了。佑丽真心建议大家，2026年开始，天气太热或太冷的时候，就别再辛苦的等公车了，拿出手机，下载车队的 APP， 或者直接打电话叫车。记得指定要乐龄爱心车，现在的司机服务都特别好，会帮忙扶你拿东西，刷卡的过程也非常简单。这种政府出钱请你坐专车的好事，如果你不去用，每个月那些点数不就等于白白送回去了吗？那可太吃亏了。讲完了出行，第3个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用点数看医生，这可能是最能帮大家省下真金白银的地方。佑丽知道，很多长辈每个月都要固定去诊所拿慢性病的药，一次挂号费50元、100元，看起来不多，但一年累加起来也是好几千块。2026年，卫生福利部全面推动用敬老卡点数折抵门诊挂号费，以桃园和台中做领头羊，现在全台已经有超过2000家诊所加入了这个计划。你只要去诊所挂号的时候，跟柜台人员说我要用敬老卡折抵，那笔挂号费就会直接从你当月的点数里扣掉，完全不用掏现金。佑丽要特别提醒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好消息，这个福利不只看西医，越来越多社区里的中医诊所和牙医诊所也加入了。
如果你需要做针灸、推拿或者定期去洗牙，只要确认那家诊所在特约名单里，你的挂号费就能用点数解决。所以啊，下次去看医生，第一件事就是开口问，请问这里可以用敬老卡扣挂号费吗？只要多问这一句，每个月的药钱就省下来了，积少成多，一年能多出不少买菜钱呢。第4个大福利是关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运动中心的特权。2026年整个社会都非常强调预防比治疗更重要，所以各县市的国民运动中心都接到了新任务，要鼓励长辈多用点数来运动。以前可能只有早上短短1-2个小时的公益时段免费，但那时候人挤人，游个泳跟下饺子一样。现在不一样了，2026年的新规允许你用点数去折抵非公益时段的入场费，甚至是某些课程的学费。比如你想下午人少的时候去健身房轻轻松松的活动一下，或者去游泳池游个泳，原来要付50元门票，现在直接刷敬老卡，用点数抵掉就行了。有些县市更进步，连租羽毛球场、乒乓球场都可以用点数。佑丽觉得这才是最聪明的健康投资。政府等于是出钱帮咱们存肌肉，人老了，肌肉就是力量和健康的根本。把那些本来用不完、月底会消失的点数拿去运动中心换成活力和健康，这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跟大家详细介绍了这4大隐藏功能后，佑丽必须帮大家整理一下全台各县市的福利地图。因为虽然福利变好了，但每个地方发的点数多少，侧重点还是有点不一样。咱们得对号入座，把属于自己的那份福利领好领满。先看双北，台北市和新北市目前还是维持每个月480点，点数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因为北基桃生活圈整合的最早最成熟，这张卡在捷运、公车、U-Bike 甚至是跨区的计程车上都好用得不得了。佑丽建议双北的家人可以多利用坐一段捷运，再转搭计程车到目的地的组合，把480点充分利用起来。接着要竖起大拇指的就是点数冠军台中市，2026年依然维持每月1000点的超慷慨额度，而且在计程车和诊所折抵上力度是全台数1数2的。台中朋友，你卡里这1000点要是没用完，佑丽都要替你心疼了，这相当于政府每天请你打车出门逛一逛啊。桃园市也很厉害，2026年推出了手机虚拟敬老卡，出门不用带，实体卡也能刷，点数也给得很大方。桃园还有一个特殊优势，就是机场捷运，用点数搭机捷去林口长庚医院回诊，或者去台北车站逛逛，都非常划算。南部的家人也有福了。高雄市2026年加强了点数的使用范围，除了地铁轻轨，连坐渡轮和去一些风景区的接驳车也能折抵。台南市则是把重点放在扩大诊所折抵的试点上，南部的长辈可以多留意一下当地社会局的公告，常常会有一些很贴心的在地化福利，比如社区巴士或乐龄食堂的优惠。搞清楚自己有多少弹药后，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实战技巧，绝对不让点数清零的战术。佑丽要再三强调，2026年的点数规则还是当月有效，过期作废。很多长辈节省惯了，总想留着以后用，但这是行不通的。每个月的1号，系统会自动存入新点数，而上个月没用的，哪怕还剩999点，也会在最后一天的深夜被清除。所以一定要养成习惯，尤其是月底那几天，看看卡里还剩多少，赶紧安排用掉。比如在12月31号晚上，如果还有剩，可以打车去附近看看夜景，或者去特约药局买些日常备用药，甚至有些便利店也有兑换机制。这些点是社会对咱们长辈的照顾，也是咱们自己应得的福利，千万不要因为舍不得用而浪费掉了。另外，佑丽还要揭秘一个2026年的好消息，就是敬老卡的全台通用性大大提升。以前去外地玩，最怕卡刷不过，现在不用太担心了，只要你在任何大众运输工具的闸门上看到有 TPS 标志或者爱心卡的图案，就大胆地刷下去。虽然有些跨县市的公车可能还不能直接扣异地的点数，但至少能享受半价优惠。而在台铁和捷运上，跨区使用的障碍已经基本扫除了。佑丽鼓励大家，2026年可以约上老朋友，组成一个敬老卡旅游团，从高雄坐火车到台中吃美食，再用点数打车去各个景点，算下来全程的交通费，自己出的现金可能少到让你吃惊。说到这里，佑丽想跟大家聊得深一点，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积极的去使用这些福利呢？有些长辈会觉得，老是去刷卡享受优惠，好像是在占便宜。不好意思，
佑利要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完全不是这样。2026年政府推出这么全面的福利，不只是给钱，更深层的用意是鼓励咱们走出来。一个经常待在家里，不跟人交流的长辈，心情容易低落，身体机能也退化得快。政府补贴计程车费，是希望你能方便地去见见老朋友；补贴挂号费，是希望你小病就能及时看；补贴运动中心，是希望你保持身体硬朗。你越是活跃健康，整个社会的医疗负担反而越轻。所以咱们大大方方的去用卡，开开心心的去生活，这既是对自己好，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在做健康永驻频道的这段时间里，佑利遇到过一位陈伯伯，他之前不知道敬老卡能这么方便的打车，每次去医院复查都要老伴陪着走好远去挤公车，来回一趟精疲力尽。后来看了我们的影片，他试着叫了一次车，发现从家到医院自己只付了零头。他特别感慨地跟我说，佑利啊，感觉出门不再是一件愁事了，好像又自由了不少。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咱们这一代人为家庭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到了该享福的时候，社会回馈给我们这样一张全能卡，我们当然要心安理得，明明白白地去用好它。当然福利多了，也有些地方要特别注意。佑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2026年的避坑指南。第一，这张卡绝对不能借给儿女或孙子用。敬老卡是严格的实名制，2026年的检查会更加严格。如果被查到不是本人使用，不仅会被罚款，卡片可能会被停用，甚至影响个人信用。爱孩子有很多方式，但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去冒险。第二，要养成查询点数余额的习惯。现在很多地方都能查，比如捷运站的服务机、便利商店的机器上。佑利建议大家每个月月中查一次，看看用了多少，还剩多少，好提前规划怎么用完。第三，要好好爱护这张实体卡。2026年的卡芯片更精密，不要和手机、钥匙放在一起，避免折到或接触到强磁。万一卡损坏了，补办期间的点数是不会补发的，那损失就大了。对了，如果你身边还有老朋友没办这张卡，一定要告诉他，2026年办卡更方便了。很多县市都能线上申请，用手机上传照片和身份证件，卡片就会寄到家里。如果社区里有统一办理的服务，那就更省事了。佑利觉得每个里的里长都应该把推广这么好的福利当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让所有符合条件的哥哥姐姐都能享受到。最后，佑利必须点亮那盏防诈骗警示灯。随着敬老卡功能变多，骗子也动起了歪脑筋。2026年可能出现的新骗术是冒充政府人员打电话给你，说你的卡片有异常，或者要交一笔升级费才能开通新功能。佑利在这里用100%的把握告诉你，所有功能升级都是政府在后台自动完成的，绝对不需要你付任何费用，更不可能让你去 ATM 操作。凡是提到钱、提到转账的，100%是骗子。咱们要高高兴兴领福利，也要清清楚楚防诈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直接挂掉，然后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或者在佑利的评论区留言问我。好了，今天这份关于2026年敬老卡功能大爆发的超详细攻略，佑利已经毫无保留的全部分享给大家了。我真心希望这张小小的卡片能成为开启大家更便利、更精彩晚年生活的一把钥匙。如果你觉得佑利今天讲的内容真的帮到了你，让你对这张卡彻底改观，请一定要点击订阅健康永驻频道，并且把这篇文章分享到你的家族群组、好朋友的聊天室，让全台湾更多的长辈都知道这个好消息。从2026年元旦开始，一起活得更便利、更有尊严、更快乐。正在看文章的您，现在是住在哪个县市呢？您那里的敬老卡每个月有多少点？听完介绍，您最想尝试哪个新功能？一定要在下方评论区告诉佑利，让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都能互相交流，共享福气。我会根据大家的反馈，去实地了解、测试更多的福利项目，当好大家最可靠的晚年生活指南针。我是佑利，我会一直在这里，为大家盯紧每一项福利，守住每一份权益。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内容会更精彩。我们将详细解读2026年元旦开始，全台医疗补助又有哪些新调整，教你怎么在看病拿药时再省下一笔钱。再次祝愿大家元旦快乐，身体健康，用手中的敬老卡刷出一整年的幸福感和好心情。别忘了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